没有一个秒没有别人的手在我身上。哎呀，然后那时候我一直太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用我的美指。因为别人的手怎么在我的身上？德国咸猪手。也就是他现在想做 TikTok， 这个 TikTok 他比较不错。TikTok 都是些短平快的东西哈，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哈。他做的很辛苦，就是穿的很漂亮。对 TikTok 我不会讨论治政。对。政治。因为我已经有很多的社交媒体讨论政治，所以我想要一个社交媒体不讨论这种东西，就讲日常的生活，对吧？对。我在推特、微博、抖音都讨论政治。我觉得哈，在网络上 es gibt Leute, die wirklich die Aufgabe haben, dich fertig zu machen. Ja. In diesem Fall, ich denke, du solltest diese Kommentare ignorieren. Ja. Einfach ignorieren. Einfach ignorieren und blockieren. Genau. Man muss sich wirklich dran gewöhnen. Am Anfang ist man wirklich frustriert. Man muss, ich denke, sehr stark sein. Man braucht ein dickes Fell. Ja. Genau. Also bei mir genauso. Ich bin nur auf YouTube, aber gibt es auch sehr viel Hasskommentar. Meistens die anti-China sind, diese Leute oder die von Taiwan. Sie werden auch finanziell unterstützt von der taiwanesischen Regierung. Andere Leute anzugreifen, das ist schon so eine Business-Strategie. Genau. Also ich bin schon zu einer Business-Strategie geworden. Ja, ist eine blöde Ausgangssituation, aber ich glaube, du hast recht, am besten die Leute einfach blockieren. Ja, oder ignorieren. Ignorieren. 但是我觉得骂人家是黑鬼啊，已经是突破了那个言论自由的界限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严重的种族歧视了。我认为啊，所以像这种言论是不应该允许的。而且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双标的。就我们不得不说啊，比如说，如果是同样一个黑人，或者是他作为白人，那中国人从骨子里啊，就认为这个白人就是要比那个黑人优秀，对吧？就可以随便骂那个黑人，就不会骂他这个白人。我认为这就是双标。我认为啊，就是特别种族歧视的还是少数。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啊。只不过呢，这一小部分人呢，在网上他们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我还有一点，我最被攻击的啊，直到今天也偶尔还有人，或者经常有，这是我自己的那个性取向的认同。这也是攻击我的一个理由。我只是介绍了我在德国的那个婚姻情况，我肯定要说，对吧？人家问我，你不一定要这样。啊，我们在微博上也以前提过 LGBT 那种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骂我们。我没有说啊，我只是说我在德国，我没有老婆，比如说不是这样的话，我有个德国伴侣，我没有宣传任何东西啊，我只是说我自己的婚姻状况。他们就攻击你啊？对啊，就说这个不正常，这个变态啊。他们说你是变态。他说那个同性恋就是变态。还说我们中国没有同性恋，他这样说。哎呀，他们这帮人就是孤陋寡闻，什么都不懂。还有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人认为啊，我就是因为去了德国才被变成了同性恋。Ja, aber dafür wirst du überall auf der Welt gemobbt. In Deutschland gibt es ja auch noch immer ganz viele Leute, die irgendwie. Aber weniger in Deutschland. 就是他认为他这不知道的，就表明不存在啊。我从来没有宣传过这种东西啊，在我的频道你看我都没有宣传过。我只是表述了我自己的状况啊，因为人家问我嘛，对吧？我得说啊，我不能说谎啊。Sie denken, das ist was in China nicht existiert. Also Homosexualität und so, das existiert auch bei den Tieren und das gab es schon seit. Aber mit diesen Leuten kannst du gar nicht diskutieren. Ja, klar. 就是因为它当成一种 taboo， 一种什么？不说、不讲、也不解释，对吧？对。这其实呢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是。如果你从小给他解释清楚，让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那可以避免很多啊。现在在中国，这个男同志
势群体里面呢，对于这个疾病的传播，我反正看了数据，我觉得挺吓人的。我知道，这是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都是这样。然后就是，特别是大学特别明显。哎，你跟老雷现在还吵架吗？我没有跟他吵，就是吵过一次，因为我觉得不值得跟他吵啊。他的世界观是怎么样，和我完全南辕北辙。旭子跟老雷吵过架啊？你也跟老雷吵过？对，吵过很多次。但是跟他吵架没意思啊，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你跟他吵架，他就会笑你。哎呀，你们看看这个笨蛋是这样想的，哈哈哈。而且我觉得老雷就是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觉得。我不知道极端是什么。Extreme。对，我听说他以前就是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但是因为他也遇到一些跟我差不多的事情，在网络上被网暴了啊，然后他就变成恨了，你看，直到现在他说，咱们中国领导人是他儿子，这种话说出有意思吗？老雷的他的观众，我觉得就是恨国党，还有那个1450，又加上法轮功。Und ich hatte immer so ein paar Bedenken, ja, wenn ich jetzt Werbung schalte, dann sagen wieder alle Leute, ich mach's für Geld. Und das war immer so das waren meine größten Bedenken. Aber jetzt merke ich so langsam, es ist egal, ob du Geld verdienst oder nicht. Das werden die Leute die werden immer sagen. Die werden immer sagen, du wirst von Xi Jinping persönlich bezahlt. 现在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没有一些改变？没有，一点没有。没有。前两天德国媒体又在说新疆种族灭绝了。他们这么没眼力劲儿，现在这个时候还说这个事儿。对啊，还在说啊。那德国的网民还买账吗？现在买账啊。我觉得。反正说中国不好的都买账。我觉得媒体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毕竟呢，不是一家媒体，他所有的媒体都这样说啊。那德国只要你能打开电视或者打开报纸，说中国的都是，不管是哪家媒体都一样。我跟你老实说吧，以前我是绿党的选民，但是我肯定不会再选了。对。Wer war ich auch？因为现在的绿党啊，我发现呢越来越意识形态。他是把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到全国人民身上啊，为了他的意识形态，他可以损害整个国家利益，那这是完全错误的。Die Grünen wollen gerne die Weltpolizei sein。genau。但是因为你的那个意识形态导致了德国，比如说去工业化，那你以后这德国人他的工作位置在哪里，他的未来在哪里，对吧？老百姓要讨生活啊。Die Grünen sind, wie soll ich das sagen?They're too obsessed with moral. 比如说绿党啊，他虽然说什么环保政党，可是你看通过他这个脑残的这个能源政策，比如说关闭了核能。核能是默克尔关闭。说来说去呢，核能关闭呢又是默克尔执政的时候通过的，对吧？这有一说一，但是也是绿党他们想要的达到了他的目的了。由于德国缺少能源，然后呢又烧煤了，增加烧煤了，对吧？还有呢，从法国进口核能的电，这些是不是与绿党的那个理念刚相悖呢？所以你看，我觉得从政治、从整个国家管理说，我认为啊，就中国的管理水平是高了，不止一个层次。因为你看德国那些人，他们在治理国家都是非常业余，哪有我的外交部长连零外交经验这样的人都能当的，对吧？和王毅比起来，你看哪个高哪个低？高下立判嘛。Diplomacy is about surviving until the next century. Policy is about surviving until Friday noon. 反正我是不太看好的。我在那30年，我的观察就是，政客啊越来越烂。这是西方可能普遍的现象吧。就总体来说，西方的执政水平越来越差。特朗普这样的这种越来越网红化就是走流量的。就是走流量的，看谁的 volume 谁的。这也是选举制的那个弊端嘛，对吧？一个是靠颜值，对吧？对，反体制、反权威会成为网红。反制会成为网红。只是说现在啊，咱能看到的这些跟西方比。
也有一些问题肯定有。哪个国家没有问题？都有问题啊，对啊。中国也有中国自己的问题，但相对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目前这种治理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我们说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就讲这个舆情。在地方舆情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很怕舆情。就是现在舆情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我们从舆情实际上就是一种街头示威，它只不过变成上线了。对，中国线上的，我们对于这种示威游行集会是什么态度？对于舆情就是个什么态度？所以它一直处在一个政治高压线上，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个政府部门其实是被舆论所操控的。你觉得好像政府部门有权威能够决定什么什么，实际上他们是被舆论操控的。他们很担心，很害怕，因为舆情是直接责任问责的，政治责任后果问责的。我们跟网信办认识的人聊天，我们大部分至少一半以上的舆情产生的都是对我们的干部队伍是严重损害的。现在这个舆情，真正是有价值的，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法治权威的这些东西的，可能连一半都不到，其他的都是各种琐碎的小事件。我们走走。好吧。有点热。好的，我也觉得有点热。